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块木料呢，看上去毫不起眼，上面有点脏，而且还有两条深深的裂缝。我用它来打造了新做的这个条凳，这个是完工后的效果。这个裂缝被我用 epoxy， 也就是树脂把它填补起来，然后抛光打磨，又上了漆，效果非常的不错。这个是我在网上发现的一个售价超过1000块的吊灯，其实跟我所做的条凳有异曲同工的效果，也是用这种大尺寸的方木料打造。相信看了我今天这个视频，你对如何打造类似的 project 一定是充满了信心。这个是我从 local 的一个装修店买来的4根打折的 West Red Cedar， 也就是红杉木。这种红杉木呢，算是一种高档的木料，6英寸见方，然后10英尺长。这种木料的正价是很贵的，一根要卖到大概150加元。由于它的尺寸比较大，我需要用这种 circular saw 把它每一边都锯一次，这样呢才能勉强的把它锯开。其实对于这种大尺寸的木料呢，最好的工具是这种 chainsaw， 但是由于在都市区呢，这种 chainsaw 呢，实际上这个用途非常的有限，我家就没有配备这种工具。我用 grinder 换上了 flip disc， 把这个表面进行简单的打磨。这种红色的漆是商店用来标明这种减价木料的。一般这种 local 的装修店呢，都会有一个 section 叫做 car lumber， 也就是减价木料。实际上红杉木一般是很少出现在这种减价木料的 section 的，因为它的原价非常的贵。而这4根木料呢，虽然表面上似乎不那么吸引人，有些地方发黑了，不知道是生霉了还是被搞脏了。另外呢，就是它有2条深深的裂纹。实际上它本身还是非常平直的，它基本呢还是很不错的木料，只不过呢有了裂缝以后呢，商家就很难以正价再卖出了。这个价格实在是无法拒绝，只要10块钱一根。所以呢，尽管当时我还没有想好用它来做什么，就当机立断把它拖回家了。打磨完以后，把它清理干净，用吸尘器把这些灰尘吸走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木料呢已经呈现出一个比较崭新的面貌了，非常的干净。实际上这些减价木料呢，不要被它的外表吓住，很多木料基础还是非常好的。哪怕表面上很好的木料，正价的木料，拿回来用的时候，用它来做篱笆或者是其他的 project， 那么这些木料在安装完以后，也有可能产生这些裂缝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现在呢，我准备用 epoxy， 也就是这种树脂来填补这种裂缝。epoxy 和木头是非常好的组合，有很多用 epoxy 和木头制作的餐桌都卖出几千块、上万块的高价。我用的这种 epoxy 呢，它是2:1的组合，2份的这种 resin 一种树脂，再加1份的 harder 凝结剂。还有很多的 epoxy 呢，它是1:1的组合，也就是1份的树脂和1份的凝结剂。这个调制这种 epoxy 的时候呢，要严格按照它说明书上的比例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比例不对的话呢，它在凝固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。
我在这个透明的 epoxy 里面还加了这种黑色的颜料。当时用什么颜色来填补呢？我做了一些研究，黑色是最没有风险的颜色。当你不知道用什么颜色的时候，那么用黑色是一定不会错的。因为黑色和这个木头原本的颜色呢对比非常的强烈，能够把这个裂缝呢凸显出来，然后产生一种河流一般的效果，非常的具有观赏性。Epoxy 的流性非常好，可以把它缓缓的倒进这个裂缝里面。实际上这2根不起眼的裂缝呢，我原本以为是用不了多少 Epoxy 的。第一次呢，我只和了一点点，实际上后来浇筑的时候才发现，这简直是杯水车薪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基本上把买的这个750毫升全部把它调制了。这750毫升呢，实际上是勉强能够刚刚好填满这2根裂缝。这个 epoxy 呢比较 messy， 所以呢要用一些你不用的盒子，像我呢是用了这个豆腐盒。另外呢要注意戴上手套，我们当时就没有戴手套。我太太很感兴趣，所以呢她说她来把这个 epoxy 把它填到这个缝隙里面。这个需要一点耐心。如果泼出来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最后呢会把它打磨掉。也可以用一些小铲子或者小木条来把它赶一赶，赶到这个缝隙里面去。Epoxy 凝固以后是非常坚硬的，会产生一种类似玻璃的效果。好，下面一步呢，就是要清除这些 Epoxy 表面的气泡。那么这些气泡呢，遇热以后它会爆掉，因为这个面积不是很大，只是2根裂缝，所以呢，我就用这种打火器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面积比较大的话，你可以用这种焊水管用的焊枪，或者是这种heat gun，都是很好的工具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 epoxy 刚补完的效果，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这个中国传统的水墨画？好，下一步呢就是打磨和抛光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实际上刚开始呢，可以用粗一点的砂纸来打磨，也可以用 grinder，配上 flip disc。然后的原则呢，就是由粗到细，要一遍一遍的打磨。当然，根据你要求的不同，如果你越是要求要达到一种镜面的效果呢，越是要用非常细的砂纸。我知道有一些艺术家用超过3000的细的砂纸来做最后的打磨。好，现在我对它进行表面处理。首先呢，我在这个表面上涂了一层桐油，也是我前几期做这个储物书架
所用到的这种产品。这种桐油呢，它能够把这个木纹和这些纹理、木头的木节子，把它凸显出来，产生出很自然的 look。在这个桐油的外面呢，我又涂了一层户外专用的防水、防紫外线的油漆，对它进一步的进行保护。当然，这个表面处理呢，对于这种 epoxy 加木料呢，你也可以再调制一些透明的 epoxy， 把它像刷油漆一样的刷上去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由于我的这个 epoxy 这次定的呢只有750毫升，填完这个缝以后已经用完了，所以呢我就没法这么做了。如果把这种透明的 epoxy 刷满整个表面呢，也是非常好的，就像是这个木头的表面呢又包了一层玻璃一样。这个呢是涂完桐油的效果。这个裂纹呢原本是一个缺点，但是在补完这个 epoxy 以后呢，反而变成了优点，有一种特殊的美感，一种残缺的美感。本来呢，如果你不做任何处理，可以把裂缝的部分呢，把它放到最底下也是可以的。但是经过用 epoxy 处理完以后呢，我准备把这个有裂缝的一边呢，把它放在最上面。现在我就开始要安装这2根木头了。我准备用这样 L 型的4个金属件来固定它。首先我要在这个水泥墩子上钻4个洞，然后打进这4个水泥专用的 anchor。这种 anchor 呢是用螺母上紧，上紧以后呢，里面的金属的一个 housing 呢，它会膨胀，这样呢会紧紧的把这个金属件呢压到这个水泥墩子上面。当然上的时候也不要上得太紧，因为如果太紧的话，压力过大，有可能会把这个水泥呢把它搞裂掉。好，现在我准备摆放这个条凳。本来的设计呢是这2根木头是完全齐平的，但是呢在摆放的过程中，突然发现，哎，如果有点交错的话，是不是更好呢？其实稍微错一点也很好看。这是摆平了的效果。这个错一点。对，这个出来一丝，那个推过去一丝就行。这个呢是有点交错的效果。这样呢，整体这个条凳的长度又变长了。神来之笔，好吧，画吧。效果不错，准备就这样做。然后我首先在木头上 mark 需要钉钉子的地方，我需要预先钻几个孔，不然的话，如果直接上螺钉的话呢，有可能会裂掉。多下去一丝。然后在底部呢钉上了4个这样的金属件，把它稍微架空一点，这样冬天下雪下雨的时候，这个底部就不会接触到水了。好的，这一期的 project 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。如果您觉得还不错，请给我一个 thumb up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